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王受文17号表示，中国政府已向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CPTPP 的成员递交了中国加入 CPTPP 的交流文件，有意愿、有能力加入 CPTPP。王受文同时表示，中国将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那么，中国为何要加入 CPTPP？ 为什么说中国的加入对 CPTPP 又具有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对于 CPTPP 2300多个条款进行了深入的、全面的研究和评估。我们梳理了中国加入 CPTPP 需要进行的改革措施和需要修改的法律法规。我们还在国内主动地对接 CPTPP 的高标准，实施了相关领域内的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王受文在北京举行的2023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上透露，目前中国正在推进加入 CPTPP 进程。王受文表示，中国将继续敞开大门谋发展，积极推动高水平开放。我们已经基本放开了制造业的外资准入，我们正在全面有序地放开服务业。未来，我们将合理地缩减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推出自贸试验区和全国范围内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2017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 TPP 之后，日本牵头主导，并将其改名为 CPTPP。2018年 ，CPTPP 各方代表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仪式，由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文莱、墨西哥、智利以及秘鲁共同签署。2021年2月，英国正式申请加入，今年3月获得批准。中国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中国加入 CPTPP。2020年11月20号，习近平在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27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首次透露，中方欢迎 RCEP 完成签署，并将积极考虑加入 CPTPP。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 CPTPP 是在2021年9月16号。当天，时任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向 CPTPP 协定保存方新西兰贸易与出口增长部长奥康纳提交了中国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的书面信函。两国部长还举行了电话会议，就中方正式申请加入的有关后续工作进行了沟通。同年11月4号，习近平在以视频方式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再次强调，中国将积极推进加入 CPTPP。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积极推动加入 CPTPP 等高标准经贸协议，主动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CPTPP 如果说它不能够吸引中国加入，它尽管有跨太平洋这样一个名号，但实际上并不具备太多的实质意义。本身如果说 CPTPP 要想进一步推动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中国的加入具有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作用。多个 CPTPP 成员国对中国申请加入持积极支持态度。在中国提出申请当年，时任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表示，只要满足最低要求，就应该允许中国加入 CPTPP。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随后也称，若中国加入 CPTPP 是一件好事。越南、马来西亚、智利等国对中国加入 CPTPP 都持积极态度。有观察指，亚太自由贸易区有2个轮子，一个是 RCEP， 一个是 CPTPP。作为 RCEP 成员，中国如果加入 CPTPP， 有助于这2个轮子进一步向前推动，有助于亚太自由贸易区顺利推进。深圳卫视注意到 ，RCEP 和 CPTPP 中有7个国家，包括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和文莱是2大自贸协定的双料成员国，这对中国也成为双料成员国有利。目前 CPTPP 覆盖约5亿人口，2022年的 GDP 总和约为15万亿美元，而中国 GDP 为18万亿美元，超过 CPTPP 成员国总和。从贸易规模来看，目前 CPTPP 成员国的货物贸易总量占全球15%，而中国加入后将使这一比重提升至28%。因此，中国的加入将使 CPTPP 成员国的消费者数量增加近3倍。
使 CPTPP 的经济总量和贸易规模翻倍，而且为现有的成员国提供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开放市场，对区域经济整合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实际上，中国对区域性经济协定的拉动效应十分明显。2022年1月1号 ，RCEP 生效，全球最大自贸区上线，成员涵盖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和新西兰等15国。2022年，中国对 RCEP 其他14个成员国进出口占外贸进出口总值的30.8%，是全球产供链的重要稳定器。随着时间向前推进呢，越来越多的 CPTPP 成员呢对中国加入持欢迎态度，这本身呢也是当前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如果说中国能够加入 CPTPP， 首先呢它就有效地融合了亚太地区2大多边贸易投资机制。外界注意到，一些并未签署 RCEP 的国家的企业也希望借力中国经济引擎的强大马力赚钱。其中比较特殊的是美国芯片巨头美光公司。这家公司16号表示，将继续致力于中国市场，并宣布将在未来几年内对其位于中国西安的封装测试工厂投资逾43亿元人民币，用于收购及加建新厂房，并引进全新且高性能的封装和测试设备，以期更好地满足中国客户的需求。由于产品存在较严重网络安全问题隐患，美国美光公司上月被中方制裁，但深圳卫视注意到，该公司近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监管文件中，公开披露被中方制裁后的相关影响。美光表示，目前直销、分销渠道加起来，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市场的营收占美光总营收的25%，而这部分的销售额约有一半受到中国限售令冲击。尽管呢，美光公司遭受了中国方面的禁销禁令，但是呢，依然决定加大对中国方面的投资。这其实呢有多重的含义。第一重意义呢，那就是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市场无论作为贸易对象还是作为投资目标，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具有不可替代性。第二呢，说美光公司行为反过来也证明了中国政府对它的处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有法可依，也是有据可查的。实际上，按照拜登政府芯片法案，要扩大在华投资就得不到美国政府的芯片补贴。美光却被制裁后仍加大在华投资，外界认为这显示美光承受不起丢失中国市场的代价，与前不久英伟达公司共同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的判断一致。黄仁勋当时在参加台湾地区的一场活动时表示，芯片不一定要在台湾做，但大陆市场无可取代。美国对华政策呢，它出现了缓和，而且这种缓和呢是一种全方位的，而不仅仅是在政治层面高层的这个对话沟通在恢复，而且我们注意到在经贸层面两国呢也出现了这样一个关系缓和的这样的迹象，尤其是这个半导体企业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就表明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很难离开中国的市场。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中国商务部提交了加入 CPTPP 的交流文件，并强调中国有意愿、有能力加入。那您怎么看这一进程呢？据说呢 ，CPTPP 是全球最高水平的经贸自由机制，维护的呢是多边贸易体制。中国元首3年前呢对外宣布考虑加入，也是认同这个协议仍在倡导全球化。随后呢，中国台湾地区也提交了申请，韩国和英国呢也是积极的申请加入。值得关注的是，现在中国向 CPTPP 成员递交了交流文件，强调呢有意愿、有能力加入。那么，在中国提出加入 CPTPP 的申请的时候，包括日本等在内的成员呢，都认为对中国来说可能门槛过高，因为呢 CPTPP 制定了数据流通透明性原则，禁止成员国要求外企必须在本国设置服务器。CPTPP 呢也对国企补贴和政府采购有规定，要求成员国不得对这个国企进行影响公平竞争的补贴，政府采购呢不得排除外企，应该是无差别的对待国内外企业。现在呢，中国表示有能力加入，愿意按照 CPTPP 要求修改本国法律法规，不仅意味着这个经济自信，也意味着中国呢将进一步的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从亚太区域经济视角看这个中国加入 CPTPP 将会加快亚太地区2个自贸协议的融合，取长补短，优化亚太地区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如果呢2个自贸协议能够交汇，
不仅呢有利于亚太地区提高经贸质量，推动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一体化，也能够压缩这个贸易和技术上的单边保护主义。